诸位啊，你们好。今天这期内容，我希望大家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给自己倒杯温水，用心听我把这番话讲完。你看啊，现在的人每天一睁眼就是搞钱、还房贷、拼业绩，对不对？我们都在拼命地往上爬，总觉得只要我爬到了山顶，只要我赚够了钱，只要我出了名，我这辈子就圆满了，就不会再痛苦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一句大实话，你真以为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就一定过得比你好吗？前阵子有一段视频在网上传得特别火，视频里是谁呢？是一位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惊艳了一个时代的某退隐影后。当年她有多红，可以说全亚洲没有几个人不认识她，那真的是万人追捧，走到哪里都是无数的闪光灯。可是现在呢，她早就不演戏了，跑到海外某个安静的城市，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中医艾灸馆。最让大家震惊的是什么？她可不是当个甩手掌柜，只出个名，她是真真切切的在那里亲自给客人做服务。视频里有客人不小心把笔掉在地上了，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弯下腰就去帮客人捡起来，还温柔地问客人舒不舒服，气血通不通。很多网友看了以后都在那感慨说，哎呀，曾经的绝代佳人怎么沦落到去给别人端茶倒水做按摩了？是不是缺钱了？是不是过得不好？诸位啊，每次我看到这种评论，我心里就直摇头。现在的人啊都不懂，他们根本看不懂这背后藏着多大的玄机。我今天就在本平台把话放在这里，这哪里是落魄？这分明是易经里最高级的智慧，这是真正懂命理、懂天道的人在给自己逆天改命。大家总喜欢问我，人的命运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走不出困境，天天倒霉？易经里早就讲过这个道理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世间万物，不管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还是你我的人生起伏，都逃不开阴阳消长的规律。命运就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你改变不了水流的方向，但你绝对可以决定自己把船停在什么位置。你看啊，很多人之所以走不出困境，就是因为一个字，贪。总觉得越多越好，赚了100万想赚1000万，当了经理想当总裁。可是诸位记住了啊，易经乾卦到了最高处，那一爻叫什么？叫亢龙有悔。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条龙飞得太高了，高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方，接下来等待他的就只有灾祸和悔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大老板前一天还风光无限，第二天就进去了；有些大明星昨天还被几千万人捧着，今天就彻底塌房了。因为他们的福报和能量已经被那种极致的名利给透支干净了，老天爷要收回你的东西，从来不跟你打招呼。这位退隐的影后，她厉害就厉害在哪里？她懂得知止这2个字，价值千金啊！她能在自己最辉煌、最耀眼、能量被消耗的最狠的时候，猛地踩下刹车，从那个极度喧嚣的阳面退回到了安静平淡的阴面。她不再去追求什么国际大奖，不去追求什么千万片酬，而是选择低下头弯下腰，去研究古老的东方智慧，去亲手感受每一个普通人的经络和气血。这不是认怂，这是把人生从消耗模式切换到了养命模式。你们要明白，名利场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盘，天天都在吸你的精气神。而他现在做的这个事业艾灸，那是什么？在中医和道家看来，艾草那是纯阳之物，他是在给别人补阳气，同时也是在滋养他自己的命脉啊。
他在用服务别人、放下身段的方式，来化解掉早年积累的那种高处不胜寒的煞气，来为自己的后半生积攒福报。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八卦，也不是为了单纯讲名人故事，我是想借着这位影后的选择，来给我们所有普通人把把脉。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生活一团糟，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处处碰壁，那我告诉你，你一定是违背了天道规律，你的能量场一定出了大问题。接下来我会分几个层次，把这个天机给你们彻底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运势越旺的时候越要小心，为什么放过自己才是最高级的风水。更重要的是，我会教你们怎么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这套智慧，把失去的好运给重新接回来。我给大家提到了4个字，叫亢龙有悔。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听过这4个字，但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可怕在哪里。诸位啊，今天我得把这个理给你们掰透了，因为这不仅是民心的命理，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每天都在踩的坑。你看啊，易经乾卦的第一爻叫潜龙勿用，意思是说你实力还不济的时候的苟住的长着。到了第5爻叫飞龙在天，这就是一个人运势最鼎盛最风光的时候。但是大多数人不懂得在这个时候收手，非要继续往上冲，结果就到了第6爻亢龙有悔。什么叫亢？就是太过了，飞得太高了，前面没路了，下面全是万丈深渊。我跟大家讲，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极度消耗能量的地方，一定伴随着极大的反噬娱乐圈，或者说那些聚光灯下的名利场是什么地方？在咱们玄学看来，那是极阳之地，也是极耗之地。你想想，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双眼睛每天盯着你。在命理学和道家修法里，人的目光、人的关注，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如果是祝福，那是好的，但如果伴随着嫉妒、贪婪、非议，那就是无数把无形的刀子。你一个人哪怕你八字再硬，如果你的德行和修为拖不住这么庞大的关注度，你的精气神、你的福报就会像漏水的皮球一样被迅速抽干。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我给你们讲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前几年圈子里有那么一位摩顶流男星，诸位应该都有印象，我就不点名了。这位男星啊，当年那真是一夜爆红，粉丝几千万，每天在某社交平台上霸榜，各大品牌的代言接到手软。按理说他要是懂得易道，赚够了钱，稍微低调一点，沉淀几年去打磨演技，或者做点慈善，把自己的福报散一散，他这辈子的荣华富贵绝对稳了。但是他没有啊。现在的人啊，太贪，他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豪车，买豪宅，到处炫耀，接着又跨界去搞资本运作，拉着一帮人去割韭菜，在各种公众场合那叫一个狂妄，觉得全天下自己最牛。结果呢，你看啊，命运的规律从来没有放过谁。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从一点点小小的税务问题开始，紧接着各种私生活的烂账全被扒了出来。最后怎么样？不仅身败名裂，还进去了，连带着整个家族都跟着抬不起头。这就是典型的亢龙有悔。他不明白，老天爷给他那么大的名气，是借他之手去传递正能量的，不是让他去挥霍的。当他的福报被透支到0的时候，反噬瞬间就到了。咱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聊的这位某退隐影后，你们现在明白他有多聪明，多有大智慧了吧？
当年全亚洲都在为他疯狂的时候，他身处的就是那个飞龙在天的极阳之境。如果他当时选择贪恋那个镁光灯，继续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为了争一口气去跟别人私资源，去迎合资本，你们觉得他能躲过娱乐圈那么多尔虞我诈的案件吗？他的身体和精神能扛得住那么巨大的消耗吗？绝对扛不住。很多跟他同时代的明星，要么晚景凄凉，要么疾病缠身，就是因为不懂得退。而他呢，在自己最风光，能量被推到顶点，即将走向衰败的那个节点，直接一刀切断，我不玩了，我不在这个极度消耗我的名利场里待了。他跑到海外某清净之地，从一个万人仰望的女明星，变成了一个安静研究中医艾灸，在佛堂里进修的普通人。这在命理上叫什么？这叫泄，把身上过载的容易招灾的冥气和阳火主动卸掉。他用这种隐退和服务他人的方式，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保住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平安和清净。这种人随时放下滔天富贵的心力，诸位，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道理啊，你们千万别觉得只跟大明星有关。我跟大家讲，这跟咱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本来日子过得普普通通，突然这几年抓住了个什么风口，赚了点小钱，或者在公司里被提拔成那个小领导，好家伙，这下可不得了了，马上贷款换豪车，天天在某聊天软件的朋友圈里发高档餐厅，发奢侈品，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恨不得拿鼻孔看人，对亲戚朋友颐指气使。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在作死，这就是在主动招惹灾祸。你的福报就那么大个碗，你非要装一锅的水，水不溢出来烫死你才怪。赚了钱有了好运，第一件事绝对不是炫耀，而是要藏。易经讲潜龙勿用，不管你到了哪个阶段，保持谦卑，把姿态放低，多去帮帮身边的人，这才是守住运势的唯一秘诀。你顺风顺水的时候，不主动退一步，不主动把好运分给别人一点，老天爷就会用破财生病甚至意外的方式，强制帮你把这东西收走，对不对？所以啊，这位退隐后去开艾灸馆，绝不是穷困潦倒，他是在用古人的智慧守自己的命脉。那么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艾灸和修佛？这两件事到底对人的磁场和运势有什么极其特殊的改变？普通人如果觉得最近运气不好，身体总是小毛病不断，又该怎么借鉴他的方法来补气血、充财库呢？很多人看新闻只是看个热闹，觉得哎呀，大明星体验生活呢。诸位啊，你们要是这么想，那可就太外行了。我跟你们讲，他这不是在体验生活，他这是在给自己续命，这是在死死地守住他下半辈子的命脉啊！咱们中国古人讲人活一口气，这句话你们从小听到大，但有几个人真正琢磨过里面的玄机？在命理学和中医里，气血这两个字就是你这个人的风水，就是你这个人的财库。易经讲阴阳，气为阳，血为阴。气是推动一切的力量，血是滋养一切的物质。一个人如果气血旺盛，阴阳平衡，他走在路上，那个磁场都是往外扩张的。这种人邪气不敢侵，小人不敢近，好运气、好财运自然而然就被他吸引过来了。但是你看，这位退隐后的前半生是怎么过的？诸位啊，你们以为做明星那么容易呢？天天熬夜拍大夜戏，冬天要穿薄纱下水，夏天要穿棉袄吊威亚，
更可怕的是什么？是情绪的极度消耗。今天演痛哭流涕，明天演生离死别，这在道家看来叫神散，再加上无数双眼睛盯着，无数的舆论压着，这种生活就是在疯狂地透支自己先天的肾气和后天的脾胃之气。前半生他把气血耗尽了，换来了滔天的名利，如果后半生他不赶紧把这个窟窿补上，那反噬起来是要命的。那他为什么选了艾灸？这就是高明之处了。你们要知道，在所有植物里，艾草被古人称为纯阳之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写得清清楚楚，艾草能理气血，逐寒湿。他在那个安静的会馆里点燃艾条，那是在借天地间的纯阳之火来驱散他体内前半生积攒下来的寒气和阴邪之气。你以为他只是在给客人服务？你看他跟客人交流的时候，温声细语地问舒不舒服，有没有感觉到血液循环，气通了？脚还冷不冷？晚上要多泡脚啊！诸位记住了啊！当他在全神贯注地为别人调理经络的时候，他自己的心是定的，在那个当下，他没有焦虑，没有名利场的算计，他闻着艾草的香气，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善意。这叫什么？这叫神气内敛。这是一个极高境界的自我疗愈过程。他是在用这种接地气的方式，把飘在半空中的自己重新稳稳地扎根到大地里。咱们再反观一下现在的很多人，为什么天天喊着赚不到钱？为什么做什么事都觉得倒霉？我跟大家讲，你先别去算什么八字，你也别去埋怨风水不好，你先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那张脸。现在的人啊，都不懂爱惜自己，晚上12点1点了还不睡觉，躲在被窝里刷某短视频平台，或者在某聊天软体上跟人瞎扯。白天呢，精神萎靡，捧着杯冰咖啡、冰奶茶猛灌，一生气就暴饮暴食，一焦虑就整夜失眠。你以为你只是身体累一点吗？大错特错，你这是在漏你的财库啊！命理学上有个铁律，叫破财先破气。当你的阳气低迷、气血亏虚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又瘪又暗。这个时候，你的磁场是负面的，你吸引来的全都是倒霉事。走在路上能被车溅一身水，在公司里总是被领导穿小鞋，投资什么亏什么。因为财富是极其消耗能量的东西，你没有那个强大的气血和阳气去拖住它，财神爷看你一副病恹恹、气场全无的样子，根本就不会进你的门。就算进了，你也守不住，肯定会因为看病、意外或者别的破事把钱全败光。所以你看懂了吗？这位退隐以后教给我们的是一个天大的改命秘诀。不要总想着怎么去向外抓取，你要学会向内养。你先把自己的气血养足了，把阳气补回来了，不熬夜，不瞎操心，把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全都剔出你的生活。当你的身体热乎乎的，气色红润润的，你的好运自然就回来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啊，古人早就总结过了，可惜现代人就是听不进去。那么除了身体上的养，这位影后还提到了一个词，叫放过自己。他说放过自己就是能够自在和解脱。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如果你真能做到，它就是你人生中最高级的风水。为什么这么说？人的执念到底能在无形中把我们的命运摧毁到什么地步？诸位啊，你们看看刚才那段资料里，这位某退隐影后亲口说了一段话，听得我真是拍案叫绝。他说，
人说放过自己，就是能够自在和解脱。目前的我想说的是，放过自己，也不会放弃艾灸。举放过自己这4个字，说起来简单，上嘴唇碰下嘴唇就出来了。但是诸位啊，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我跟大家讲，在咱们玄学和命理学的体系里，一个人身上最坏的风水，最可怕的煞气，不是你家祖坟埋错了地方，也不是你家大门对着电梯口，而是你心里的执念太深，神仙都救不了你。易经里有一卦叫火卦。什么是火卦？就是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上面的气下不来，下面的气上不去，卡死在那里了。这在人身上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想不开，不甘心，放不下。你看现在的人啊，每天都在被不甘心折磨。做生意的投资失败了，赔了几百万，他不甘心，非要借高利贷去翻本，结果把房子车子全搭进去，弄得妻离子散。谈恋爱的对方都劈腿走人了，他不甘心，天天躲在房间里哭，去某社交平台上发那些痛不欲生的文字，整整3年走不出来，最后硬生生把自己憋出了抑郁症，甚至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全来了。诸位记住了啊，在中医和道家看来，所有的结节，所有的肿瘤，说白了都是你心里那股化不开的怨气和执念，在你身体里结成的业障。你以为你恨的是别人，你以为你不甘心是在惩罚别人，错了，你是在拿一把无形的刀，天天在割自己的命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位退隐的影后，大家想一想，她当年是何等的风华绝代，那是站在神坛上的人啊。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美人迟暮，是容颜老去，是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走到哪里都被无数人尖叫簇拥的中心。很多跟她同龄的女星就是过不了这一关，为了留住青春，在脸上疯狂地动刀子打针，把脸弄得僵硬无比，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商业价值，去某短视频平台上声嘶力竭的带货，或者在各种综艺节目里强行扮少女。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和对过去辉煌的不甘心。结果呢，往往是晚节不保，惹来一身群嘲，把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好名声全败光了。可是这位影后呢，你看她说的多透彻。她说，走入后半生的我，这是一种对时间流逝的察觉。前半生可能充满了奋斗、探索与迷茫，而后半生则更注重内心的平静、身体的健康与精神富足。这就是真正的顺应天道。易经告诉我们，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就是变，春夏秋冬会变，生老病死会变，春天有春天的繁华，秋天有秋天的落叶。你非要在秋天的时候去追求春天的花朵，这就叫逆天而行，这就是痛苦的根源。他接受了自己老去的事实，他接受了自己不再是宇宙中心的事实，从那个被万人注视的虚幻的荧光幕上走下来，回归到一个有血有肉、会老会痛的普通人。他不再跟岁月较劲，不再跟名利较劲。当他把这股我要赢、我要红的执念彻底放下的那一刻，诸位，他的磁场瞬间就干净了。那个一直堵在他生命里的血卦，瞬间就变成了天地交泰的泰卦。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本平台的观众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特别倒霉，处处不顺，请你立刻停下来，
不要再向外去找原因。你问问自己，你心里到底在死磕什么？是不是在死磕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是不是在死磕一个根本不适合你的工作？是不是在死磕那点失去的钱财？放手吧，放过自己吧。命运就像是一条河流，你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礁石，你非要去用头把这块石头撞碎，你这不是勇敢，你这是愚蠢。你为什么不稍微绕个弯呢？水利万物而不争，水能绕过一切障碍，最后奔向大海。当你学会了认怂，学会了说这件事我认了，这笔钱我不要了，这个人我放手了，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肩膀都松下来了。你的能量场一旦通透，好运自然会从四面八方重新涌向你。这就是最高级的风水，这叫心转则境转。那么放下了执念之后，人是不是就无所事事，天天躺平了呢？当然不是。这位影后在放下执念之后，走进了佛堂，走上了追求精神富足的道路。这其实是能量场的一次终极升维，从世俗的名利场跨越到了高维的精神世界。这一步跨越，普通人根本看不懂，但它却是保证一个人晚年安稳、福报绵延的核心秘密。大家看那段资料里，这位某退隐影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走进佛堂的我，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可能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智慧或解脱。很多人一看到佛堂、修行这些词，立刻就撇嘴了，说哎呀，这不就是消极避世吗？这不就是看破红尘、青灯古佛了吗？太可怜了。诸位啊，如果你们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只能说，你们对能量和生命维度的理解还停留在幼儿园的水平。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交个底，这根本不是什么消极避世，这是人生能量场的终极升维，普通人根本看不懂。什么叫升维？我们人这一辈子啊，按照易经的规律，其实是分阴阳两个半场的。前半生是阳，是向外扩张的，我们要去读书，去赚钱，去争取地位，去成家立业。这时候你的能量是往外放的，你在物质世界里摸爬滚打，这没有错，这是必经的阶段。但是到了后半生，如果你还在玩前半生那套向外抓取的游戏，你就会死得很惨。后半生是阴，是该往内收的时候了。古人讲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物质世界的东西，钱财、名利，甚至我们的肉体，它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沉住坏空。物质是一定会衰败的，你今天买个名牌包，明天它就旧了；你今天皮肤紧致，明天就会长皱纹；你今天银行卡里有1个亿，明天可能因为一个政策或者一场大病就没了。如果你把所有的安全感和能量都绑定在这些一定会衰败的物质上，那你后半生能不焦虑吗？你能不痛苦吗？我给大家举个现实里的例子，我认识一位某商界大佬，早年呢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现在70多岁了，早就该退休享清福了吧？他死死攥着公司的公章不放，天天在公司里骂高管，在家里防着儿子孙子夺权，结果呢，一身的病，心脏搭了几个支架，坐在轮椅上还在发脾气，身边的亲戚朋友全盼着他早点走。他有钱吗？太有钱了。但他过得幸福吗？他活在一个充满了猜忌、恐惧和怨恨的低频能量场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这就是没有及时完成能量升维的下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位退隐的影后，人家多聪明啊！他早就看透了名利场是个虚幻的泡影，他知道物质世界的巅峰他已经体验过了，再往下走就是下坡路，所以他果断地把生命的重心从物质维度
抽离出来，拔高到了精神维度，走进佛堂，寻求智慧和解脱。这是什么？这是在接通宇宙最高频率的能量啊！诸位，你们以为念一句阿弥陀佛只是迷信吗？错了。在我们玄学和因流学看来，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经文咒语佛号，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平稳极其强大的音频震动。当你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把心定下来，不再去想今天谁得罪了我，明天股票跌了多少，那一刻你身上所有对外漏气的漏洞全都被堵上了，你的能量不再外泄，而是开始在体内循环，你在跟天地间最纯粹最祥和的磁场同频共振。这位影后说，前半生充满了奋斗、探索与迷茫，而后半生则更注重内心的平静、身体的健康与精神富足。这句话建议大家抄下来，贴在床头。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富足了，他的内心生出了真正的智慧，他就不会再被外界的眼光绑架了。别人说他老了胖了，没以前好看了，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不在那个低维度的评价体系里玩了。他心里有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不管外界狂风暴雨，他的内心依然是一片平静的大海。这才是晚年最大的靠山，这比你银行卡里存了多少个亿都要管用。因为钱可能会被骗走，但你修来的智慧和心境谁也拿不走，它是生生世世跟着你的福报。诸位啊，我今天讲这些不是非要让大家都跑去出家，都去佛堂里待着，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还要养家糊口。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理，人到了一定年纪，特别是过了40岁以后，你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精神的锚点。你可以是去研究易经，可以是去练习书法，可以是去学着泡茶，甚至是像这位影后一样去钻研中医艾灸。只要这件事能让你安静下来，能让你忘掉世俗的攀比，能让你感受到内心那种久违的喜悦，那就是你在给自己升维，那就是你在给自己的后半生积攒最宝贵的能量。好了，讲了这么多理论和案例，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大家肯定在心里嘀咕，老师啊，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了，可是我现在就是运气差，我就是气血亏，我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让我立刻用起来，把这倒霉的磁场给扭转过来？有，当然有。古人的智慧从来都是既有心法又有功法的。有，当然有。古人的智慧从来都是既有心法又有功法的。我这人讲话直，不爱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现在很多人啊，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就花几万块钱去请个什么大师看风水，买一堆貔貅、水晶摆在家里，或者跑去庙里烧高香，结果呢，日子还是过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你本末倒置了，你自己的人体风水全是漏洞，你家里的气全是死水，你就是把玉皇大帝请到家里来，你也守不住那个福报。今天在这里，我就把这3招压箱底的改命秘诀免费教给诸位，不用花你1分钱，只要你今天听完，今晚就开始照着做。我不吹牛，不出3个月，你自己的磁场绝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招，清理你的明堂，狠狠打通居家风水的火卦。诸位啊，风水，到底什么是风水？长风聚气才叫风水。一个家就是你这个人最大的能量场。你现在放下手机，环顾一下你的四周，看看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门口堆满了几百年不穿的旧鞋子，沙发上堆满了没洗的衣服，
阳台上全是枯死的盆栽和某电商平台买来却从没拆开过的快递盒，厨房里还有缺了角的碗，裂了缝的盘子。我跟你们讲，在易经风水里，这叫什么？这叫煞气满屋。易经里最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火卦，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你家里堆满了这些常年不用的、破败的、死亡的东西，整个空间的气就死掉了，流动不起来了。古人讲流水不腐，户枢不有，气一定要流动才是生气，死气沉沉的那叫衰气。你每天下班回到家，一开门，迎接你的全是这些衰败的死气，你的运势能好吗？财神爷走到你家门口，一看这乌烟瘴气的，摇摇头就去了别人家了。怎么实操？今天看完视频，立刻给我站起来，拿个大垃圾袋，开始断舍离。第一，把所有缺角破裂的碗碟杯子全给我扔了。碗是干什么的？是吃饭的，是你的饭碗，饭碗都破了，这在风水上叫严重的漏财相，你怎么可能攒得住钱？第二，把家里枯死的植物、假花全部扔掉。枯木代表着衰败，没有生机；假花那是虚情假意，特别容易招揽桃花和小人。第三，把你3年以上没穿过的旧衣服、前任留下的东西，通通清理掉。衣服上沾染着你过去的磁场，尤其是那些你倒霉时候穿的衣服，留着它们，就是把过去的霉运继续锁在身边。诸位记住了，你清理的不是垃圾，你是在清理你生命里的淤堵。当你把家里打扫的窗明几净，哪怕这房子是你租来的，只要它干净、整洁、通风，这就叫明堂敞亮。明堂一亮，贵人就来了，财运就通了。这就是最快最见效的改命第一步。第二招，守住你的子时，养住你的纯阳之气。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资料里那位某退隐后，人家在海外的艾灸馆里是怎么交代客人的。他亲口跟客人说，听说你的脚会冷，晚上要泡脚，弄那个姜水会对身体比较好。诸位啊，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在我们懂命理的人耳朵里，这简直就是金玉良言，这是真正的道家养生改命秘诀。为什么我前面说气血就是你的财库？一个人如果阳气不足，整个人阴气沉沉，面色发青，手脚冰凉，这种磁场是极度招小鬼、招霉运的。那我们的阳气是从哪里漏掉的？全是被你们自己每天晚上给凹掉的。易经里讲，一天有12个时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时辰就是子时，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是什么概念？是一天之中阴气最重，但是一阳出生的时候。在太极图上，这就是那个最黑的地方开始孕育出一个白色的小点。这个微弱的出生之阳，就是你明天一整天的精气神，是你生命火种的根基。古人这个时候早就进入深度睡眠了，用睡眠来养这颗火种。可是现在的人呢，晚上11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躺在床上，眼睛死死盯着某短视频平台，越刷越兴奋，或者在某社交软体上跟人吵架，吃瓜。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杀死你的阳气。火种刚冒出来一点点，就被你用熬夜的阴邪之火给浇灭了。长期下来，你就是一个空壳子，稍微遇到点挫折就崩溃，稍微有点流感就中招。你哪来的能量去赚钱？怎么实操？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定个死规矩，晚上10点半手机必须关机，或者放到客厅去，然后学那位引后教的方法，
打一盆热水，切几片生姜扔进去泡脚。为什么要泡脚？这叫引火归元。很多人是上面火气大，下面手脚冷。泡脚能把你飘在脑袋上的虚火引导回丹田和脚底，这在易经里叫水火既济，是最完美最健康的卦象。你每天晚上安安静静的泡个脚，什么都不想，然后11点准时入睡，不出1个月，你早上起来照照镜子，你的脸上会有光泽，那种光泽叫明润。在相学里，脸上有了这种透亮的明润之气，就代表你的财运要开始爆发了。这比你买什么昂贵的护肤品都管用。第3招，管好你的嘴巴，停止一切哭穷或抱怨。这最后一招是最难做到的，但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诸位，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在玄学里有一句非常可怕的话，语言就是你的咒语。你每天嘴里说什么话，你就是在向宇宙下什么订单。易经讲同气相求，也就是现代人说的吸引力法则。你是什么样的磁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情。你看现在很多人一张嘴就是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烦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穷啊，我哪有钱啊。还有一种人特别喜欢叹气，动不动就诸位啊，古人说一叹穷3年。你每叹一口气，你就是在把你胸腔里的那股生气给呼出去，把财气给吹跑。你天天在嘴里喊着我穷，我累，我倒霉，你这是在给自己贴标签了。财神爷本来想去你家串个门，走到门口一听，这家主人天天喊穷喊倒霉，满屋子的怨气。财神爷是最喜欢喜庆阳光干净的磁场的，他一听这声音，吓得赶紧掉头就走，结果把穷鬼给找来了。因为穷鬼最喜欢这种充满怨恨和阴暗的能量场。这就是为什么越是抱怨的人越倒霉，越是哭穷的人最后就真的成了穷光蛋。怎么实操？从此时此刻开始，把抱怨和哭穷这2个词从你的字典里彻底删除。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你要换个说法，你要说太好了，老天爷又在给我出考题了，这是我能力升级的机会。下班回家觉得累，不要说累死我了，我快要崩溃了。你要说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我为这个家又付出了很多，我真棒。当你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多说感恩的话，多说积极的话，哪怕你现在口袋里只有10块钱，你也要表现得像个百万富翁一样从容。为什么？因为你在伪装你的磁场，你在向宇宙释放一种我很富足，我很感恩的信号。时间久了，同气相求，宇宙就会真的把富足和好运送到你的身边，让你的现实跟你的语言匹配起来。这就是道家讲的口德。你积的口德就是积的阴德，就是在为自己补财库。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记性不好，平时生活又忙，听完可能转头就忘了。所以我今天当个碎碎念的长辈，我在最后啰嗦一遍。这几个命理真相一定要记住，这几个风水禁忌打死别犯。第一，亢龙有悔，资子不殆。不管你现在是顺风顺水，还是刚赚了一笔小钱，千万别狂，别去炫耀。学那位某退隐隐后，在能量最高的时候，懂得踩刹车，懂得把姿态放低去服务别人，能退才是保住你后半生福报的唯一大智慧。第二，气血就是你的财库，别再拿命去换那点微不足道的虚荣了。前半生你把阳气耗干了，后半生老天爷就会用破财生病来惩罚你。好好爱惜这副皮囊，
养足你的精气神，财神爷才会来敲你的门。第三，放过自己，破除血卦。所有的不甘心，所有的怨恨，都是结在你命盘里的毒瘤。从今天起，认怂放手，不再跟烂人烂事纠缠，把心态从向外抓取，变成向内安顿。心念一转，万物皆转。最后那3个实操改命秘诀，今晚就给我用起来。清理家里的破烂死物，把明堂打扫干净。晚上10点半放下手机，去泡个脚，守住你子时的出生之阳，彻底闭上你抱怨和哭穷的嘴巴，多说感恩的好话，积攒你的口德。我跟大家讲，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瞎编乱造，这些全是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易经大智慧，是真正经历过时间检验的天道规律。但是诸位啊，你们以为只要自己做好了这几点，就万事大吉了吗？我今天要把这世间最顶级的一个天机，也就是最高级的风水，毫无保留的交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明白，最好的风水其实是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是修为。我们学易经学命理，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每天只算计着怎么给自己招财进宝的俗人。天地间最大的能量叫做慈悲，叫做利他。你想想，为什么那位退隐隐后要去开艾灸馆给别人做服务？因为当你把善意和健康传递给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磁场就在无限放大。所以诸位，今天你听懂了这个道理，你就是一个觉醒的人。但如果你能把这份智慧传递出去，那就是在积累无量的功德。我恳请大家看完这个视频，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到你们的某聊天软体群组里。你这不仅仅是在分享知识，你这是在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改变命运啊！也许你的一个转发，就让一个天天熬夜崩溃的年轻人放下了手机，保住了一条命。也许你的一个分享，就让一个因为破财而痛不欲生的大哥，突然看开了亢龙有悔的道理，从此放过了自己，避免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你们要知道，一个人改变就能影响一个家族，你的转发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种利他的行为，这种无形中帮助无数人走出迷茫的善举，这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子孙后代积累深厚的福报和阴德啊！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啊！诸位啊，相识就是缘，共同学习就是同修。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这些老祖宗的道理真的触动了你，真的对你有帮助，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星图天机点个赞，并且关注我。我更希望你们能在评论区里动动手，大家不要吝啬你的文字，你可以把今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写下来，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为家人祈福，愿放下执念，迎接好运这样的话语。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是为了给我凑数据，这是在建立我们共同的能量场。当几千人、几万人都在这个评论区里留下善念、留下祈福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能量磁场。互动越多，大家的共同能量就越强。凡是参与其中的人，都会被这股强大的阳气所滋养。你的每一个转发，每一条留言，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听我的，今晚就开始行动，把家里打扫干净，泡个热水脚，安稳睡一觉，把这份善念传递出去。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3个月后你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诸位，祝大家
气血充盈，福报满满。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